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搜很多的法律工作者。2022年从开年到现在我做了一些 reaction 节目主要原因呢在于我想集中精力把《进击的律师》第3部写完。而在划水2個月以後呢，雖然書依舊沒有寫完，但工資已經快發不出來，所以呢，法老師必須回歸，認真給朋友們科普法律內容了。本期節目呢，我主要復盤今年年初羅翔與車浩就收買拐賣婦女兒童罪是否應上調刑期進行的法律大戰。這場大戰呢，在年初引發了法學界、法律界的集體圍觀，甚至因為雙方選手的重量級而隱隱有了破圈之勢。但因為裡面涉及的問題呢，有一定的知識門檻，甚至呢，單純因為文章很長，很多圈外的圍觀群眾呢，就陷入了單純的站隊，讓本次討論呢，失去了一些意義。所以呢，儘管來晚了，我還是想補上，讓更多的朋友知道他們到底在討論什麼。在辯論知識開始前呢，我先介紹一下本次辯論的正反雙方2位選手。正方選手羅翔，法大教授，法大刑法學研究所的所長法考機構的金牌講師，也是全中國粉絲最多的法律人。研究領域呢，主要是刑法學、刑法哲學、經濟刑法和性犯罪。他的觀點是建議提高收買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而反方的選手車浩呢，是第9屆全國10大傑出青年法學家，一個在41歲的低齡便成為了北大法學院副院長的男人。同時呢，也是公安部法制局特邀專家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的掛職副廳長，主要研究方向呢是刑法學。他的觀點是目前不宜提高收買婦女兒童罪的刑法。所以雙方是為什麼突然變起來了呢？主要原因在於今年年初出現了一起大家都非常關注的徐州豐縣鐵鏈女事件，拐賣婦女兒童罪呢在立法上的討論再度被擺上了台面。這時呢，羅翔教授作為極具社會影響力的法律人物，於19年3月份時在澎湃新聞上發表的法律評論便被熱心朋友找了出來，並作為他們提倡提高收買被拐婦女罪刑罰的依據。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發表於2019年的兩會附近，而在2020年兩會左右呢，羅翔教授同樣原封不動的再次將文章發表在了公眾號上，由此可以看出其對提高該刑罰的觀點是一以貫之的。而在羅翔教授這篇文章再次引發公眾關注以後呢，車浩教授就認為與自己的想法相左，便通過在中國法律評論刊文對這篇舊文的部分觀點進行了針對性的反駁。緊接着在看到車浩教授的文章以後羅翔教授當天呢便再次着文予以回應，雙方針鋒相對，刀光劍影，你來我往，非常精彩。非法律專業的朋友呢，讀起來可能略有晦澀，但沒關係。本視頻呢，我將盡可能用通俗的方式將雙方的觀點呈現給大家，以希大家對這個問題有更全面的看法。我們先來看看羅翔教授的第一篇文章，在概論中他的觀點主要分為以下3部分。第一呢，是拐賣與收買屬於刑法理論中的對象犯，是廣義上的共同犯罪，而刑法中對共同對象犯的刑罰呢，基本相當。在此基礎上，收買婦女兒童與拐賣婦女兒童的刑罰也應當相當。首先解釋一下什麼是對象犯。什麼是對象呢？很簡單就是雙向奔赴。比如你行贿，他受贿，你們就是雙向奔赴。你賣槍，他買槍，也是雙向奔赴。在此基礎上你拐賣婦女，我收買婦女，也是双向奔赴。而羅教授認為在現行的刑法體系中，共同對象犯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除了買賣婦女之外的双向奔赴，刑罰基本都是相當的。比如說受贿罪，根據刑法第383條和385條的規定呢，最高可達死刑，而行贿罪呢，最高也可到無期。兩相對比之下，為什麼拐賣最高就可死刑，而收買最高才3年呢？羅老師覺得這不科學。用文章的原文來說，是到了與共同對象犯的法理不兼容的地步。因此他認為從對象犯的理論體系角度出發，就應該上調收買被拐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第二呢，是收買婦女兒童罪量刑的激輕就導致了在刑法的評價中人不如動物的尷尬情況的出現。為此，羅教授舉了另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論據，就是刑法第341條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製品罪。在該罪下，你買一隻鸚鵡，分分鐘就判5年以上。
可回過頭來看，現在买一個人，最終卻往往判緩刑，難不成人還真的不如一隻鳥了嗎？而從法理層面，為什麼在該罪中，你買賣動物受到的刑事處罰都是一致的，而買賣人卻反而不一致了呢？這不合理。所以最後羅教授就認為，目前收買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之所以這麼輕，可能主要在於立法者考慮到了這在一些基層的農村是全村都在做的事。立法者或許擔心將法定刑定太高了，全村都共同犯罪了。比如說中越邊境的一些農村，一個村裡往往就會有很多被拐來的外地媳婦兒，比如說越南媳婦兒等等，你將全村都關5年以上，好像也不太合適。對此呢，他就用聯合國文件中的一句話來進行了反對，即倘若人權得不到保護，社會上就沒有法治可言。因此他支持提高收買被拐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看到這裡呢，你支持羅教授的觀點嗎？支持的朋友請将我愛羅3個字打在公屏上。而面對這篇文章，我們再來看看反方選手車浩教授的駁論。我們先說一個有意思的點，那就是剛剛羅教授的這篇文章呢，其實只有2165個字，但車教授為了反駁此文，文字將近11000多字。為什麼呢？因為首先是客觀上要講清楚買賣不同法之一與公眾普遍觀念相左的觀點確實需要多着筆墨。而其次呢，是他花了很多字向大家解釋，我寫這篇文章並不是為收買者開脫。是的，看得出呢，他也是老網民了沒人比他更懂被網暴。但明知有被網暴的風險，他依舊選擇手拙長文，細緻綿密的與大家分享知識與觀點。但從這點出發呢，無論你是否贊同他，我認為朋友們都應先給車教授的勇氣走一波 respect。好的，言歸正傳，車教授的觀點主要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從法條本身來看，他認為只看刑法241條第一句話是片面的。收買拐賣婦女罪通常情況下是綜合性犯罪，目前呢對收買被拐婦女罪符合罪刑相適應的原則。這是什麼意思呢？如果你只看241條第一句話，會發現收買被拐婦女兒童罪確實只處3年以下自由刑的刑罰，但是呢該法條不止這一句，下面清楚地寫明了，如果收買後還存在強姦、限制人身自由或傷害、侮辱等犯罪行為的，要數罪並罰。意思就是在你收買了一個婦女後，如果相敬如賓、以禮相待，那確實呢只涉嫌收買拐賣婦女罪。畢竟呢人家想走你也沒留不想發生關係你也沒逼。但如果你還存在強姦、非法拘禁罪等情形，那就是強姦罪、非法拘禁罪與收買被拐婦女兒童罪數罪並罰。而這些罪，比如強姦罪，理論上呢最高也可判死刑。而在實際生活中，被拐婦女若非自願被強姦或者是非法拘禁，是近乎必然發生的事。這也從某種角度解決了羅翔教授提出的對象犯問題。他認為且不說對象犯概念上本就有刑事處罰買方和不處罰買方兩種情形，比如販毒和吸毒。販毒構罪，但單純吸毒呢只涉嫌違法，不及構罪。其次呢，即使買賣都應處罰，當你把241條理解為綜合犯罪，將收買與強姦、非法拘禁等數罪並罰的時候，你會發現對象雙方的刑罰也是相差無幾。在聊完這個問題後車浩教授就開始從刑法理論的層面解釋為何單一的買賣行為並不宜重罪。首先他並不認為在剝離強姦和非法拘禁等伴隨的犯罪行為之後，單一的買賣是物化女性乃至於傷害人作為目的的尊嚴。是的，你沒有看錯。在他看來在按腦取酬的交易環境當中，無論男女出賣自己的腦力和身體的現象比比皆是。你不能說只要打工就喪失了尊嚴，且即使在合法的婚戀情況中，彩禮聘金紅娘費用都離不開金錢交易。用他的原話來說，如果不考慮實際傷害，只要關乎人身的商品交易就應當定罪，那至少賣淫嫖娼就應當犯罪化，而不僅僅是違法。當然了，到這裡可能就有朋友會說了，賣淫女是自願賣淫的，而被拐女是被強迫的，所以賣淫只是違法，收買被拐女就應当涉及犯罪，是犯罪呢？对此他早已預判了這部分朋友的預判。他就說如果沒有伴隨其他的犯罪，僅是買賣，你會發現收買某種程度上反而是一種解救。為什麼他這麼覺得呢？是因為他認為婦女在被收買前是處於拐賣者的強迫與折磨下的，而在收買後，如果收買者並沒有強姦她、傷害她、拘禁她，而是讓她來去自由，那反而是讓她從被拐賣者非法控制的狀態中釋放出來。
就如同被解救的江歌中的舒尔茨醫生那樣從奴隸贩子手中買下了江歌，讓江歌跟在自己身邊，暫時的脫離了被囚禁和折磨的處境。陈浩教授認為這種解救行為本身，難道現行法律把它定罪了還不夠，還有必要提高更重的懲罰嗎？並且從實案層面，他也指出，在現實生活中，女性自願離開之前生活的更加貧苦的地區，通過人販子嫁到買方家裡的也不在少數。比如大量東南亞國家女性就以這種方式成為了中國的媳婦兒，自願被賣和非自願被賣肯定是有區別的。而現行法律呢，給了這種模糊地帶低刑期的處理空間，有實際意義。說句題外話，就越南媳婦兒這一點呢，我之前也做過視頻進行具體的介紹，感興趣的朋友們呢，也可以點擊觀看。緊接着，闕浩教授開始從預防和經濟分析的角度論證自己的觀點。他坦率地說刑罰是有局限性的，殺人、強姦、貪污賄賂都關着死刑，但是一樣有人前仆後繼，未見減少。倘若依靠重刑就能解決各種社會問題，那社會治理簡直不要太容易了。這一點呢，我之前也做過一個 TED 演講感興趣的朋友也可以看看。所以為什麼重刑不能解決問題呢？他認為一個人在決定是否犯罪時，與眼前的犯罪利益做比較的不是紙面刑罰的輕重，更重要的是實際被處罰的概率。當眼前的利益足夠大，或者當被處罰的概率足夠小時，紙面上的刑罰輕重就沒有那麼重要。而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在一些貧困的山區裡面，買媳婦兒和城裡人買房一樣是剛需。在北上廣，房價再高也是要買的。而在貧困地區，買媳婦兒就意味着結婚生子、傳宗接代，就算有刑事風險，也是要做的。兩相比較，你片面提高刑罰解決不了問題，讓立法這一個籃子接所有社會問題的雞蛋，也是一種懶惰主義。接着，他開始從司法實踐的角度出發，討論為什麼單靠立法無法解決問題。他介紹了一篇文章，該文章呢研究了400份判決書，得出了一個結論是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與強姦罪並罰，以及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與非法拘禁罪並罰的判決有，但是呢佔比例很小。絕大部分案件呢僅判決構成收買被拐賣婦女罪，刑罰輕緩為1年左右，從而呢貌似更加順理成章的適用緩刑。這個結論可以從2個角度來理解。第一個理解呢是正方理解，即雖然實際中定然存在強姦和非法拘禁，但所謂的數罪並罰在司法實踐中極少適用。因此呢，我們要通過提高收買被拐賣婦女的基準刑，來讓罪犯承擔其應受的懲罰。而另一個理解呢，據闕浩教授的觀點，是這恰恰證明當地辦案人員與案發地的居民在文化和法律觀念上已經合為一體了，官民相護，即使案發不得不辦，面對各種障礙、約束和顧慮，也是不會判那些人重罪的。而這個問題是觀念問題，觀念問題呢，通過提高收買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基準刑並解決不了，反而在這個觀念下，提高法定刑期只會出現另一個狀況，即面對如此嚴重的法律後果，基層連最基本的收買行為也不判了，做個治安拘留處理，或者說買方沒有阻礙解救或返回原住地之類的認定，減輕處罰，不了了之。在此情形下，將收買行為提升到無期甚至死刑，只會在完善立法、滿足公眾義憤的虛幻表象下，倒逼出更壞的結果，那就是當地執法者面對一個居高不下的起步刑，可能連定罪都不定，甚至連解救都不解救了，因為立案就意味着把本地人往死裡整，結下世仇，可能在當地都混不下去。法律不僅僅是紙面上的法律，還有行動上的法律。闕浩教授認為目前收買被拐婦女兒童罪3年以內的自由行的規定，實際上呢是給了當地辦案人員一條能走通的暗路。它既可以解救被拐婦女，也可以拿捏懲罰的尺寸，而不必與當地人結下深仇，他才可能有動機去辦案，去實現公眾欲求的社會正義。最後，闕浩教授提到了一點，即法的局限性。法律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如果一部刑法就能治天下，那這天下的事未免也太簡單了。恰恰刑法是一部打打杀殺的法律，正是因為它打打殺杀的特性，我們對它的使用應愈發慎重。他認為刑法不能總是想着挺身而出承擔這個洩憤的功能，因為洩憤從來不是真正的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所以要解決拐賣現象，除了想當然的修改立法，還可以怎麼做呢？歸根結底還是3個字：開明智。他舉例子北上廣這些經濟發達的地區很難想象有拐賣收買這種事情，但原因並不在於北上廣有比偏遠農村更嚴苛的刑法，
倒過來，即使同樣在農村受過教育、生活脫離了貧困線的農村男性，他也同樣有對美好愛情和幸福家庭生活的想象和向往。你就算倒過來用刑罚逼着他去買一個被拐賣的老婆，他也未必會屈從。拐賣者和收買者不把他人當人對待，首先是由於自身沒有把自己當一個真正的人。生活的貧窮，教育的落後，無法理解和認識人之為人的意義，所作所為只是旁觀者眼中的震驚和罪惡，但對其自身生活而言卻成為了自然而然。為此，文章引用了孟德斯鸠的一句話：對沒有認識到羞恥者施加重刑，效果和意義都是有限的。而開明智是一個需要持之以恆的漫長過程，這一點急功近利不來，如果要急功近利，只會催生沒有想到的其他負面效果。以上就是車浩教授的主要觀點，所以在介紹完他的觀點後，你認為他說的是否有道理呢？如果你覺得車浩教授的立辯有說服到你，請把車力巨人4個字打在公屏上。車教授這篇文章出來以後很快在學術界和實務界都引發了巨大的反響。那幾天我的朋友圈可以說是極為割裂，不是羅翔的文章就是車浩的文章。不過需要強調的是雙方的討論是友好的，氛圍呢是和諧的。在我看來是純粹的學人間帶着尊重與討論的良好辯論，尤其是在烏煙瘴氣、愛撕逼的當下，給持不同觀點的人該如何討論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示範。因此在看完視頻後無論你支持哪一方的觀點，都請不要施加謾罵。當下呢，我們太缺這種善意討論的氛圍了，大家不要破壞這種氛圍。就在車教授的文章橫空出世並引發極大關注後呢，羅翔教授再次利刃出鞘。車教授在中國法律評論上的這篇文章我看了一下，發布時間是2月7日下午2點38分左右，而就在當晚的7點17分，5個小時不到羅教授呢就在自己的公眾號羅翔說法上又寫了一篇我為什麼還是主張提高收买婦女兒童罪的刑法，以对文章進行針鋒相對的回應。出文速度4個字以馬可待。而他在這篇文章裡又說了什麼呢？時長所限今天我只能介紹到這裡，加上羅老師的回應文呢比較晦澀，如果點讚過萬，我便再出視頻跟大家梳理介紹。當然，如果朋友們不想动你們發財的小手舉手之勞一箭3年，文章呢也擺在那裡，朋友們呢也可以自行搜索此文進行觀看，讓我再偷個懶。我是法篩，一名平平无奇且私货很多的法律工作者，我們下期再見。